美国文豪马克·吐温曾说：“上帝创造天堂的原型就是摩里西斯。光从南边海岸的奇美幻景高空俯瞰，就像一道海底瀑布。其实是海上泥沙向外扩散，顺着缝隙留下4000米深的海底和浪源交错而成的视觉美景。”曾被《纽约时代》杂志评比为人生必游仙境，碧海蓝天和丰富的物种，享有得天独厚的观光资源。脱俗氛围是由渊源的殖民文化所拼贴而成。上山就是52个湾，这块山呢到山顶呢就是毛里求斯最高峰的山了，海拔就是820米这样子。印度人口在摩里西斯是最大族裔，占67%。每年的2到3月，摩里西斯的印度教徒靠虔诚的心徒步走上山，目的地是除了印度之外，海外最大间的印度庙。高33米的湿婆和杜尔加神像伫立在门口，是他们的心灵寄托。走进印度庙，映入眼帘的湖水，在地人称甘嘎塔涝。字面意思就是恒河湖，他们相信在这湖底有一条暗流通向印度恒河。摩里西斯境内最大的淡水湖，也是在地印度人认为最神圣的地方，叫做贡巴塞。这是一个火山口形成的湖泊，每年到了湿婆节，印度教徒都会来到这里朝圣。因为摩里西斯的地理位置地处非亚航岛要塞，极具战略重要性，引来海洋经济时代的强权觊觎，曾被荷兰、法国、英国殖民，也是在这时候从英属的印度引进大批劳工从事建设。Vande Shivam Shankaram Om Chaurashta Somnatam Cha Shishaile Malikarjunam。庙宇顾问亲自引领参拜，引用吠陀经的梵咒，为我们的此次前行祈祷平安顺利。在这里的印度教徒，甚至不管是结婚或考上大学，都会带上祭品来这奉献。We have so many peopl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come over here too. And the government gives such importance to that festival, the main festival of the country, that sometimes 2 days public holiday, sometimes 1 day public holiday we used to have to celebrate that great night of Lord Shiva. 近400年的殖民让摩里西斯宛如一场文化竞争，但现今族群融合的开放社会，却是在黑历史下成长茁壮。奴隶就是马达加斯加买过来嘛，要乘船过来嘛，然后他这里就是第一个脚印，然后奴隶上来的第一个脚印，然后就放在这里买卖这个奴隶，就是有的人需要奴隶家里，然后就到这里来买。法国在17世纪占领摩里西斯，引进非洲奴隶来种高经济价值的甘蔗，近100年的血泪史到英国接手后才废除，缺工改成契约雇用方式。从印度和亚洲引入，也是在这时，穆斯林和华人涌入经商，奠定现今的人口结构。像是丹丹就是在这生根的华人。28岁因为中国工厂被外派到摩里西斯，他来来回回，因为这里的单纯留了下来。虽然嘛，这里赚钱我们赚的不是很多，但是很开心，没有压力。就是也没有攀比，他们都是很和谐的，就是你如果就是说到一个地方，如果不知道路，然后你去问他们，他们还会帮你带去那个地方。有时候去买菜啊什么的，东西落在包包啊，落在车上了，然后他们还会还回来。因为华人的旅游市场越来越大，从女工转职旅游业，最常和客人分享的是摩里西斯和他们想的不一样。有一年我就接到这一个男孩子啊，10岁左右这样子，他就问了，他说：“阿姨，我要去那个非洲部落。”我说：“这里没有部落哦，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就是非洲那种部落里面。”
历史并存的汇集地，首都路易港最具经典。西式的议会大厦、市政厅都还保留欧式建筑。在被殖民时，摩里西斯靠糖业经济起飞。1968年独立后，政府决定从低收入的农作发展中等收入的多元经济，开始鼓励外商投资，蓬勃离岸金融，靠旅游、纺织和金融业挤进非洲3大富国之一，创造出的经济奇迹是拥有超过1万美元的人均 GDP， 超越俄罗斯和阿根廷。因为他这里英国也统治过，法国也统治过，就比较高端了，就是这样子，就不会想象就是到有的那个非洲的国家，很落后那种，就是这里相对就是还是生活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所谓的毛里求斯本身就是说天堂一样的。冲突但和谐的殖民文化，摩里西斯融合的